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富妈啊，我是那个趁着还有体力，我上这个节目啊，我太焦虑了，身体跟不上野心。你知道我几年前录节目到早上7点，我想说姐熬也要熬成 BB King。上次录到凌晨3点，我想说退赛吧，这个破节目是吧？最后我整个人累垮了，然后我瘫在角龙后面，我横着躺平了。然后导演跑上来提醒我说：“姐，这么累就别抢镜头了。”本来更年期还有3、4年啊，录完这个节目，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更年期特征了：心烦易怒、情绪化、失眠、怕冷、脾气差，想吓唬我。我想说笑死，我7岁不就这样吗？要这么说，我童年就进入更年期了，30几年持续在更，从未断更啊。可怕的不是更年期，是我儿子啊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呢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变化啊。这2天又在跟我聊穿衣自由啊，因为他从小我就要求他上半身必须穿衣服啊，当然下半身也得穿啊。然后我受不了男的光膀子，我过敏。在我还有老公的时候，家里经常一群男的看球啊，进球了，球星在里边脱，他们在外面脱，说哇燃，还问我不燃吗？我说燃啊，但我能脱吗？一群男的不经过我同意，在我面前脱衣服，留我独自穿着，我感受到了一种排挤。我说能不能得体一点？孩子还在呢，把衣服都穿上啊！他们正在穿，又进球了。我费劲穿好的衣服又被 C 罗脱光了。我就好奇啊，2只眼睛看球不够看，肚脐眼必须参与。你们是杨戬吗？特别是大广场上看球，全是肚脐眼啊！当然不怪他们，我过敏，我肚脐眼不耐受，密集恐惧症。但我儿子嘛，他叛逆期嘛，他就说光膀子是男子汉的标配，哇燃！我要穿衣自由。我说儿子，穿衣自由，首先你得穿衣。我现在都是讲道理了，很 peace 啊，夹着尾巴做妈妈。前几天晚上我发了一个优雅自拍，配了一个比较文艺的文案，我说夜深如海啊。我儿子评论：而你在钓鱼。怎么回？对吧？我不能说妈妈没有在钓鱼，妈妈只是爱大海。没法回，我只能说哈哈哈，什么意思呀？装傻啊。然后我儿子敲门了，说大半夜发照片，海钓啊。你为什么钓不到鱼？因为没有饵。我说谁说没有饵？傅首尔。网上有句话说永远年轻，永远说话难听，是吧？还好我儿子从小说话就难听。小时候老师问他嘛，就说为什么叫多乐？他说你不知道吗？一般父母缺什么就让小孩叫什么。我说我要减肥。他说你怎么总误会自己瘦下来是个美女呢？啊，我说我老了就不会容貌焦虑。他说对，因为你年轻时焦虑。然后前段时间我不是找了个老师学唱歌吗？学费很贵。我说值得呀，老师说妈妈唱歌比百灵鸟还好听。他说会不会是你的钱比鸟的钱好挣呢？一转眼孩子就大了啊，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这个年龄焦虑，我一边说怎么可能呢，一边默默打开了中年少女卵巢保养秘籍。现在谈到这个女性年龄焦虑啊，都是说容貌流逝啦、身材管理啊，其实那算什么呀，对吧？即便1万个人说我不好看，我可以说你懂什么？老娘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但是如果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你卵巢功能不行了，我说你懂什么？我是世界上卵巢最棒的女人。他会说看来不止卵巢不行了啊，建议看看别的科。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那我对青春期的态度呢是来都来了，我对更年期的态度是欢迎光临。人生有很多期，当我们和每一期不期而遇，希望都能保持好状态、好心态，未来可期。当然最重要的是后期，然后希望辛苦老师把我修得好看一点。谢谢大家，我是少儿。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今年也是为了录节目，就直接搬来上海，但感觉还没挣钱呢，就开始花钱了。我得先找个房子，我是在那种平台租的，其实性价比稍微有点低。他们就跟我说他服务好，会给我配个管家。我租房还带个管家，就好像我骑共享单车还配个司机，感觉我是个落魄的贵族，一个人来到这大上海，没有家，但有个管家。老管家，帮我联系马总，把花呗套现，然后把房租交了。这套宅子我要定，少爷万万不可呀！这破房子他只是看着好，住着一点都不自如，不自如。
我发现现在这些花钱的地方就很爱给你用一些很高端的词儿，显得我过得多好似的。你像支付宝也是，现在都不把你的钱叫钱，叫资产，叫你财富管理。我看着我的总资产3块7毛6，说完了，被几家电商巨头联合做空了。还好我还有不动产，我还有一片森林和一座庄园。哎呀，支付宝就天天劝我保护地球，我还为衣食住行操心呢，我哪有那个能力？你让我保护地球，不就相当于让蚂蚁保护森林？支付宝为了让你多用它，就把这个话说得太好听了，说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收集绿色能量，改善环境。不是，我也没有那么高尚吧？我只是为了省钱，被迫过得很环保。那我天天出门不打车，我挤地铁、骑自行车。就是为了以一己之力对抗全球变暖，每次累得要死的，哎，又为地球贡献1小时，真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呐！我觉得用这些高端词儿就是在说些漂亮话，想让你多花钱，搞得现在用词儿就越来越大，有些都不讲道理了。你像很多品牌代言，就除了代言人以外，现在还有品牌大使。大使，不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吗？你这个品牌也太狂了吧！那你和别的品牌合作都不能这样联名了，你俩建交吧。品牌大使，你为了唬人，这个名头叫的也太大了吧！我上次听到这么取名的还是发型总监。很多奢侈品甚至有全球大使，你都能代表地球了。你是要跟外星人建交吗？你大使拿着你的衣服给三体人，三体人一看吊牌，这也太贵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觉得代言奢侈品还算好的，更夸张的是，现在很多明星都开始代言生活用品了。我那天买纸巾都有代言人说明星同款厕纸，我当时就不想买。我觉得你明星代言赚的钱，肯定都是溢价到这个产品上，让普通消费者来承担。我觉得你代言奢侈品可以，我也买不起。你代言厕纸，我是真的会买厕纸。你动到我的蛋糕了，你别哪天出了事儿，就拿我擦屁股的钱给自己擦屁股。我觉得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少一点这种漂亮话，多关注一下人的具体需求。但现在经常就是为了表面漂亮，完全不管你实际需求。你像很多商场现在会宣传自己各种友好，修得贼漂亮，但就是不愿意在厕所门口写个男女，非要用个非常抽象的符号。男厕所就这样，女厕所这样。有时候乍一看都分不清，你哪怕画的真实一点呢？男厕所，你就画一个小人在那偷偷抽烟；女厕所，你就画一个普通的小人，后面排着67个小人。你商场为啥不能多修点女厕所？你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能不能解决点实际需求？而且一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所有人。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想显得我自己多高尚，只是它也会影响到我。那我跟女朋友一起出去逛街，如果她要排队等厕所，我就要在旁边等她。我有时候等没事儿干，我都想帮她排。我说你先去试衣服吧，我在这儿帮你排着。我愿意为了你做一个变态。我向前1小步，文明1大步。每次听到这些漂亮话，我就觉得你们有那个说话的功夫，不如多干点事儿。这个世界不需要语言来精装修，只需要少点宣传墙，多点卫生间。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洋哈。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录2个综艺，然后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回飞。你知道飞多了之后，你会就是产生很多的见识。我长了很多的见识，比如说我第一次在飞机上遇到经济舱的金卡会员，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金卡会员吗？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很惊讶，我说金卡，这得多尊贵啊！这不得一会儿空姐跑过来说李先生你好，你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
一会儿咱们还是老规矩，飞机起飞之后您来开。其他乘客把安全带系好，我们李先生喜欢转圈飞啊。想的是这种，你知道金卡会员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吗？什么都没有。他唯一享受的待遇就是空姐会过来告诉他所有人都知道的消息，然后跑过来，就这消息跑过来之后，目光如炬盯着李先生，炯炯有神，生怕瞟我一眼，然后让我把尊贵感给偷了。盯着李先生，李先生您好，你是我们航空公司尊贵的金卡会员，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9点降落在首都机场，地面温度23度。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我就先走了。他就走了。我说这有啥尊贵的呀？李先生也很局促，我心这就是金卡吗？对吧？也不尊贵呀。我心想这得帮帮李先生啊。我就在那儿坐着坐着，突然说：“几点到啊？这不知道时间坐过了怎么办呀？地面温度多少度啊？手里的外套穿不穿呀？穿不穿呀？”李先生明显腰都直了，说：“可以穿。”然后关键是就这么点信息，他还生怕我听到。空姐跑过来就跟那个特务接头似的，跑过来说：“李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往这边一点，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是我们。李先生，我给您写下来。要命了！其实我吐槽这个金卡也吐槽了一小段时间了。然后前2天遭到了报应，各位，我坐飞机太多了，我升级为国航尊贵的金卡会员了。我在飞机上待着，离老远空姐就要过来，我说别过来，别过来。空姐说刘先生，我说 no。空姐告诉我任何消息我都及时给大家分享。听完了说19点到啊，各位，首都机场。我恨不得给空姐捧哏来缓解这种尴尬。空姐说一句我捧一句，也没那么尴尬。空姐说：“刘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我呀，我们的飞机19点降落首都机场，没听说过。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怎么着呢？我就先走了。去你的吧！这还是我办过的比较尊贵的卡了。我办过最不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景区，说是景区，实际上就是一座山；说是一座山，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土坡。那山有多高？那山就300米高，各位，300米，你知道什么概念吗？300米，苏炳添登顶只需要27秒。就这么个小破山，然后收100多块钱，然后服务员问你要不要加80块钱升级为我们的畅玩 VIP 套餐体验卡。我说那我当然要畅玩卡，然后我就升级了，花了80块钱。你知道畅玩卡唯一能畅玩的，就是他们在山顶上有一个玻璃栈道。你见过玻璃栈道吧？2个小土坡之间弄一个玻璃板子，你走在上面说 pass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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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个破玩意儿，你说玩不玩？当然玩，80块钱白花了。我就玩，但是问题是各位，我有严重的恐高症，我站在上面一步都舍不得走。别人说是80块钱这么心疼吗？一步不迈。但是问题，我老婆了解我，她说你这样，你把眼镜摘了，你看不见不就不怕了吗？我就把眼镜摘了。各位，我还有严重的散光，我一摘眼镜，玻璃栈道变仨了，3倍恐惧。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着那个杆，我真的眼睛都不敢睁，浑身颤抖，一点点往前蹭着走。旁边人都惊了，我这盲人也怕玻璃栈道吗？不合理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畅玩套餐里还包含一个服务，免费拍照。因为景区就是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脸上红温，浑身发抖，已经出汗出的不行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念头：要是有人给我拍照就好了。我在那闭着眼，我就听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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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完了。我一下玻璃栈道有一个屋子，一抢我的照片，全是我驯服五官的全过程。我说这玩意儿太可怕，我就要走。走的时候，景区服务人员跟我说：“刘先生，这些精彩瞬间真说得出口啊！这些精彩瞬间，您只需要花25元就可以买回去。”我说：“你做梦！你给我25，我也不买。”他说：“不买就一直挂着。”我说：“买，大哥，商量。”
但是我也办过比较划算的卡，我办过最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主题乐园办了一张优速通，不打广告了，所以不告诉各位是哪个主题乐园。我去看米老鼠的时候，在里面，你知道优速通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排队。你去了主题乐园，你排过队都知道，那队伍都不是直线，那队伍叫 S 型，那都不是 S 型，那就是人类小肠图解。门外5个小肠，好不容易绕进去一看，还有5个小肠，一直在那儿绕。这种队伍里最尴尬的就是你迎面过来一个熟人，你们这一次碰面，接下来你们就会无数次的碰面。你们就一直绕，这哥们儿就一直在你前面，你转3圈就没话了，在那走着走，哎，老张，你也来这个主题乐园，我也来了，真巧，多少年没联系了，真是常联系，回头见啊，一回头就见了。啊，老张，我坐飞机来的，是，飞机很累，吃饭啊，记得吃饭，然后一回头，咱们现在把饭吃了呢啊。我告诉各位一个方法，我自己研究出来了。在这种队伍里，如果你想要维护你们的友谊，你只需要还说一模一样的话，但你换个形式说就好了，保证你们的友谊长存。就是你用评书的方式说一模一样的话，友谊还在。你想想那感觉啊！一看到老张，哎，老张，你也来这主题乐园啊？我也是。哎，来的时候那个飞机上啊，黑暗中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欲知来者何人，咱们下圈分解。一转过来是空姐。空姐轻声说道：“刘先生，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0点降落在首都机场。”谢谢各位，我是刘教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罗啊。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非常的羞耻，感觉在电视上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分数最低的一个，有一种名校里面吊车尾的感觉。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吊车尾。高3的时候想要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就是把作文写好，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就是梗很多。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辞嘛，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许知远的人的书。看了，真的买了《中国纪事》、纳斯达克的一代，买了一堆。我背了很多许知远的金句。我上考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许知远的金句。我本人高考作文第一句话：这个时代病了。0分，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我就是挺喜欢修辞，我就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为太注重内容而忽略细枝末节的重要性。我是一个福建人，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为什么福建人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居然是不放盐。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今天这个汤很好，我故意没放盐。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你的越贵的食材他们就越不放盐，比如说老鸡汤他们是不放盐的，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他们就放盐。怎么鸡是越活越咸吗？还是老鸡会跟小鸡说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老鸡也很无奈说一片真心换来了一个无盐的结局。我是属于那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种人，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啊。就这么说吧，13香小龙虾跟13香澳洲龙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什么钱不钱的，喜欢的就是王守义这个人。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我说我们放点盐吧，不放盐不好喝。他们就会说，哎，暴殄天物，放盐就暴殄天物。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不放盐就很好喝。我说那放了盐不是应该更好喝吗？哎，这个道理是不是像如果有一个帅哥，他长得很帅，他剃平头穿白 T， 他就可以很帅。但是问题是，帅哥留了发型，他穿了西装，他只会更帅啊！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是暴殄天物吧？你只会说哇天物我一个暴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因为这个汤很补。哇，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7、8岁就开始叫我补，我都不知道7、8岁我要补什么。每次学习成绩不好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学习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应该补课啊，应该补什么？
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啊？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就说吃那个猪脚面线是驱邪的，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这个是在补什么？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所以。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就特别听大人说话，很爱喝汤，喝汤长大，真的特别补，没到30岁就痛风了。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应该毫无营养，他身体负担太重了。我半夜问他，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我说吃啊，吃什么？他说吃垃圾，他连食品2个字都不加，吃垃圾。我们2个对话像2只流浪狗在对话，走，吃垃圾，走，吃垃圾。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啊！追求毫无营养，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或者零食的配料表？里面会写蛋白质0、糖0、卡路里0。你没有，你写它干嘛呢？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对吧？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4级没过，小提琴不会。什么都不加，还居然很骄傲，你知道？我最不理解就无糖可乐，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可乐叫肥宅快乐水，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啊？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肥宅再也不能快乐了，肥宅只能安康，快乐啪没了。因为我觉得饮料、零食、汤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你是用来享受快乐的。你享受快乐的时候，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了。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你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看着看他突然说，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啊，我们来练英文。我真的我2分钟就睡着了。他问我说：“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我说：“我记得，电影开头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啊。”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练英语听力啊？对吧？好好的一句台词，阿甘说：“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我满脑子都是 A， 阿甘的妈妈喜欢巧克力 ；B，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 ；C，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士。就像你听脱口秀，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有教育意义，如果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你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毛之不存会冷啊。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脱口秀完全不好笑，但是说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我觉得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比你有内容的演员，线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说我肯定是吃醋了。我说哎是，但我喜欢吃醋，因为醋也是调味品。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谢谢大家，我小文。大家好，我是付航。我不想当猴了，因为到哪儿都管我叫猴。前2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有一个大哥，他都离得我很远，好多人，他直接就，哈，我也不能不回应他，显得有点装，我就给。结果呢，他说来猴哥合影，咔，照张照片揣兜里，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你说老大爷看热闹，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他们就这样，就这么看。我也要合影，合张影，咔照一张揣兜里。你是6小龄童吧？我说我是姆巴佩，小红须。他说嗨，以为你是谁呢？哎，我说大爷，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啊？他说小伙子，因为啊，我有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老字号护嗓指定行。我植入完了，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我说好的，大爷。演出正式开始，朋友们。我不想当猴了，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我想高端起来，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鼓足勇气去吃了一次法餐。我是中午去的，啊，我第一次去，手紧张都哆嗦。有一个服务员过来，大高个儿，西服笔挺啊，特别帅。小伙子，哎，先生，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说一个送您一份。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法式小面包还是盼盼。但是我没说，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他说先生，您说的是提拉米苏？我说提拉米苏。
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喜欢用倒装语句。他说：“那先生，您可以用英文点餐。”我说我在日本。他说：“瓦达西诺瓦里得脚步。”我说：“得脚步。瓦达西诺还是英文点餐吧。”他说：“好的，先生，给你菜单。”我拿过来，我没有说 Thank you sir， 我说的是 Thank you sir。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Sir 是美音儿。我说的是 sir， 是英音儿，高端。啊，服务员也懂我意思哦，先生，您在英国有朋友？我说对，我家狗是柯基。你点餐吧，别说话了。当时拿过来，我说英文点餐 easy， 只要语法不有大问题错误就可以了。我说哎呦 waiter，I want， 主语动词 want 不用加 ed， 因为是一般现在时。当时我说 I want， 服务员，我说 this over， 服务员，这什么过去？我一看吃住他了，我不光想点餐，我还想炫技，给他展示一下我高超的语法。我说哎呦 waiter wait I want more。I want， 我说富航，人生只有一次，你愿意当一辈子的懦夫，还是一瞬间的英雄？哪怕只有一瞬间，我选择了后者。我要冒一些风险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我说，哎呦 ，waiter，I want not only this but also this that。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在不经意之间展示了我对过去代词似海参一般的理解，他明显没听懂他表情，但是没关系。服务员，我说在的 ，sauce 就是 so many 在。当时服务员，哎呀，学不过来了，太多代词了，森森。我一看吃住他了，我太帅了。我说伊丽莎白，给我点一根雪茄，啊不是雪茄。雪茄是什么东西？点一根雪茄。当时服务员说好，他就把酒单收走了。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火，每一杯都着火。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下喝，我不知道。我一把酒杯抄起来，我看着上面那个火焰，我说这个火焰，它有没有可能不烫？啊，别笑我，那个也不烫，没用，就是装饰品。有什么用？哎，你这没用的，假的。当时我就拿着那杯酒，服务员在远处看着我说：“喝呀。”我说：“你们这帮上流人士，平常衣冠楚楚，晚上都来这儿喝火。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出身为寒，不知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当时 my face already totally on fire， 我跟那儿就周呢，旁边那帮上流人士就觥筹交错聊融资 ，A B C D 轮聊着聊着，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一转头，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富航吞起火球了，那服务员拿起吸管，先生。就有吸管。当时我正跟那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我正干呢，他啪一拍我，回头看见吸管，我说 something wrong。服务员 ，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 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这是我对过去文字是海参一般的理解。服务员。
让吸管。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但是没关系，朋友们，我能力挽狂澜，为什么？因为吸管的英文单词我背过。啊，我拿起来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一吸管英文啊。当时我拿起吸管，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 然后我开始拿吸管吸杯子上面的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熄火，我就拿嘴一嘬，我发现用吸管比不用还疼。我跟家正嘬，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哭坟了。他说别喝了，先生别喝了，你没事吧？别在这自罚，你没事吧？我说太上老君，三昧真火，烧不死我。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给我设计的小陷阱，我不怕。再见。到门口，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非常的骄傲，完了之后给他这种感觉，我什么都不办，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太丢人了，太丢人！我连法餐都不会吃。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来证明我是人吧，对吧？我没别的可干了，我就开始上网搜怎么区分人跟猴。我想天天给观众讲，网上只有7个字：能正确的使用火。我手机都吓掉了，我手机掉地下，最开始我这么捡，后来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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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捡。懂进化论的都知道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有多深。朋友们，别被洗脑。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那我宁愿当猴。谢谢。嗨，大家好，我是柯登。比了好几轮了，很多演员都说特别羡慕我身上这种松弛感，还跑过来问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完全看不出你紧张。啊，我说我也完全看不出你紧张。他说懂了，目中无人。我最放松的一次啊，就是最目中无人的一回，是在一个天桥上，踢了个乞丐的碗，完全没看见，过去咣当一脚，我俩都沉默了。他是没有料到什么人这么横，城管都不敢这样。我为化解尴尬，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可能看不出来啊，是个盲人啊。他紧张了，他对不起，那我走。其实看不清呢有好处，就是减少了一些社交压力，啊，经常后台聊天，啊，不太熟都啊，说什么谁文本好，谁表演好，我就不聊，我看不上表演好的，完全看不上，演了4轮了，付航演的啥，完全不知道。以前还有人给我解说呢，坐我旁边，像干了个啥，刚才把我一个人留在上面。对吧？后来我就这么剪，我说你怎么剪呢？我啥也不知道。聊八卦还有后台，所有人都好奇，他说这个人是谁？只有我在好奇说话这个人他是谁。有一次我跟一个不太熟的演员聊了得有2分钟，才发现他是庞博，声音也听不太出来，不太熟嘛，我就只能套他的话，获取一些线索，跟玩狼人杀一样。我觉得每一个不太熟的局都应该有一个狼人杀那样的主持人 Q 流程。天黑请闭嘴，庞博请张嘴。但是其实认不出来人还问题不大，就是尴尬嘛，说错话而已啊。话可以乱说，但是东西不能乱吃。有一次后台点外卖，我刚好接了个电话，我说你们不用等我，每样给我留点就行。回来之后都吃完了，我说那自己来吧，每个尝点啊。鱼香肉丝啊，宫保鸡丁，麻辣烟头。我完全理解他们，是吧？因为普通人很难想象，盲人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就跟我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就跟开盲盒一样。印象最深刻一次盲盒是在一个酒店一个自助早餐，
多功能饮料机你们见过没有？好多按钮，看不清吧？随便来一个，4个牛奶、咖啡、豆浆，我偏偏精准地按中了清洁。有人喝过清洁吗？寡淡。所以很多年前看钢铁侠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我说哪一天科技进步了，我也能拥有一个那个 Jarvis， 是吧？就把我这个眼镜一戴上，我眼前看见什么东西，你一五一十告诉我，对不对？后来听说罗老师还清了债，去干 AR 眼镜，我知道我那个等的眼镜应该是完了。开玩笑的，罗老师，加油啊！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盲人也可以。在老师那个高科技眼镜出来之前呢，现在主要靠手机解决所有看不清的问题，啊，用手机上有个软件叫屏幕朗读，用听的，我耳朵很好，大概是4倍速，知道你们没有概念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就是非常快，很难有人听出来。打个赌吧，谁听出来？我不是针对谁带错的各位都是垃圾。有人听出来吗？再来一遍 ，OK， 好，慢，给他放一遍慢的吧，好不好？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个技巧叫目中无人，非常快啊！但是这么快的速度，你们能想象吗？有时候效率会非常的低。你见过评论区发哈哈哈，发一屏幕那种？手机到这儿就疯了。连续哈5分钟，他不喘气。你知道这么发的人脑子确实不太正常。你复制粘贴啊，他就手工敲打和啊哈哈，一屏幕哈哈哈，中间有一个啊。评论也不能刷太多，我有一阵沉迷刷评论，看看网友怎么夸我的，就搜黑灯，搜了一阵，搜几天就不搜了，因为搜出来最多的是千万不要黑灯玩手机会瞎。其实啊，很多有这种辅助功能，其实虽然每一样都还不太完善，但是配合在一起，盲人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有一次面试，我跟那个 HR 说视力不太好，放大了。那个可以，他说那把公司最大的显示器给你，然后就去了那个公司。北京有个798，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公司好几面沿街的那种落地窗，游客都能进来参观。所有同事14寸笔记本，就我一个人27寸 iMac。那些游客一看就明白了，爆炸头啊，设计总监，特别怕光啊，别说这种射灯了。Word 文档一打开，一片白，那个都受不了。我把颜色调反过来，黑底白字，我在那写文章啊。那个设计总监，什么总监？程序员你认不出来吗？那不是在敲代码，代码挺厉害，汉字。就讲到这，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又来录节目了，非常开心。更开心的是，我前段时间去演出，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不是跟我啊，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他有个喜欢的人，我说我都行，但你得想好，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我有点冒犯，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他说没事儿，他不一样。他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他一样。那天我刚讲完，他就窜上来了，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是 marry 全场。把女孩也叫上来了，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就有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当时场面就僵住了。我讲了1个多小时，还不如这一句冒犯呢。我看女孩特别尴尬，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他就不下台。情急之下，我说那要不你亲我一个。
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吗？就当我大义灭亲了。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他肯定愿意呀、我看他快惨死了。对吧？跟谁过不是过呀？哎呀，渴死我啦！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说出来又如何？谢谢你的同情。谢我一个。全是同情分啊，今天，很感谢。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也不要发你的嘴。我要的不是这个，也不要发别的啊。说不清了，说不清了，就是不用同情我，我也谈过恋爱的，有喜欢的我也会追。但是我追上了，我又想超过他，很容易就超过了。研2的暑假，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没时间陪我了。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你不用学，以后老公拉着你。啊，谁还会用拉这个词？啊，好 low 呀！你学的是拖拉机吗？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2挂2次了。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你许我朝朝暮暮，我陪你陡坡起步。到科目3更不得了了，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仪表盘。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听不了这些，听都很想吐，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我可饿不了啊！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哎，我惊喜的发现啊，开车是不晕的，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10码的推背感，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太快乐了！快用 vivo S30给我拍下来，快乐你就 vivo Live。我做到了，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教练说你压线了。哎，这手机是好啊，都抓拍到了，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真的太努力了。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赢才是我的必修课。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啊，超过我了！我说嗨，一脚油的事儿。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别人谈恋爱是宝宝，我要跟你幸福，我是宝宝，你服还是不服？其实他对我呢，咱们说也算是真不错啊。平常出去约会啊，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老公安排。安排就是骑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为啥骑电瓶车呢？因为他科目3也挂了。哦，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前面有挡风，还能暖和一点。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啊，我都有驾照了，我没有方向感。是，我是没有方向感，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呀。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就是他出去喝酒，跟兄弟们就喝大了的时候，我去代驾。去2次就不太想去了，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一个梗都没有，我就会忍不住接梗，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我一接就炸，哐哐炸场，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但回来路上，前男友很不高兴了，连我的腰都不搂了。倔强地撑着车架子，他说：“你乖乖的坐着听不行吗？那是你的场合吗？拍你好几下了，让你少说话。”我说：“你早说呀！我寻思我讲得好，你给我拍灯呢。”这才是拍灯啊！
很快我就提分手了，他很难过，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满分10分，他朋友们给我打了5分，但他依然很爱我。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我也是真不错，随便一表现就得了5分，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5分。说出来太爽了。这些年吧，男人没留下，留下了一身本事，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最近又想长本事了。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但同时也想联系我的前男友，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前任看着我谈恋爱，这也太刺激了。我想去，好久没骑电瓶车了，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你在看吗？想火吗？驾照考出来了吗？啊，虽然做不成情侣，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姐拉着你，啊。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你就乖乖的，你少说话就行了。好，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很多朋友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瓜。大家还认识我吗？我认识了，谢谢大家。我现在瘦下来之后，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哈。我现在偶尔会涂个素颜霜，修个眉毛。在上海，大家都说我精致，我把照片拍下来发在我的家族群里，我大舅说我是狐狸精。然后我去年上完节目没挣到什么钱，但我真的见了很多世面，比如在活动上知道王一博是真的帅，啊，刘亦菲是真的美，这些都是我听唐湘玉说的。我的朋友走了起来，我知道我很平庸，没什么进展，我上限不高，每次比赛都讲一些外卖小笑话、外卖趣事，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也就那样。我没谈过恋爱，没有上过班，大家最有共鸣的职场爱情我都讲不了，每次得不了高票，我都有点怀疑自己要不要坚持下去。直到1个月前一场演出，它彻底治愈了我，是一个骑手平台组织的，现场来了500-600个外卖骑手。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炸的现场，我说啥他们都笑，我说保安垃圾、外卖平台垃圾，他们站起来给我欢呼。那天给我台上讲出幻觉来了，我说今天这个舞台谁过来都不行，付航过来都打不过我，他来了都得被打，一个保安怎么拦得住500多个骑手？我真的羡慕有些朋友们，就朋友们走了起来，红气养人，状态都不一样了。我只能靠我自己养了。我在家里我自己偷偷买了防晒霜，因为我送外卖，皮肤又粗糙又黑，我刚涂防晒，假白特别严重，我还修了眉毛，就很辣眼睛。朋友见了说：“你咋这样？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在他们心中，我都是那种光头胖胖的那种鲁智深形象。说你不应该去倒拔垂杨柳，怎么研究起了半永久？我每次出去，他们都笑话我，那我就不出去了。我说这防晒霜不行，它只能防太阳光，它防不了朋友嘲笑的眼光。偷偷的在小某书搜了美容护肤，小某书也懵了，3年了，你终于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给我推的3个月变美计划，100天提升颜值，重建自己，重塑自己，做自己的女娲。戒糖加修护半年，素颜已达 next level。我很激动，满满的干货，点进去全都是卖货的。但我相信，我就买了，因为我想恋爱，我想变美，我就在里面买了胶原蛋白、维 C、维 B、花青素、葡萄籽、益生菌、鱼油。我真的买了一大堆药，一天吃1把药，感觉吃药都吃饱了。每天在肚子里面炼丹，练的什么丹？练的30年从没谈过恋爱的孤单。说出来如何？
我身边的朋友很优秀，对吧？他们优秀，那我也提升自己，我就去健身房报了课。去健身房器械特别的多，我不知道练什么，我就问教练，我想减肥练哪个？教练说我们这边有这个爬楼机、跑步机，其实挺有用的。我说啊，爬楼和跑步要是有用的话，那我还不如去外面接单吧。我的朋友真的太优秀了，他们不停的成功，越成功我就在健身房对自己练得越狠。我最好的2个朋友，他们一起走红毯那个月，我瘦了30斤。我那2天去健身房一蹶不振啊，我一蹶不振。教练见了我，你今天也没怎么上强度，怎么这么酸呀？我说肯定酸呀。他们不停的成功，那我就不停的练，不停的瘦，我最后把自己练的体脂率只有9%。太低了！我说你们不能再成功，我不能再练，再这样下去，我还没走上红毯就先盖上白布了啊！最后练到自己减了60多斤，什么感受？我再去演出，再去开放麦，已经没有人在乎我的内容了。他们在 report 里没有人说我段子的，都说南瓜好瘦，南瓜怎么瘦成黄瓜了？南瓜怎么瘦下来有一种命更苦的感觉？我说肯定命苦呀，戒糖半年多了。然后更多的人他就私信我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他说南瓜怎么瘦下来的，教教我，教教我。私信的人太多，根本回不过来，就每天在家里研究，都快研究成教练了。然后今年5月份我真的去考到了健身教练资格证。谢谢大家。所以我现在是一外卖、脱口秀、唢呐、健身教练4期艺人。就是大家以后不管是饿了、胖了、不开心了，还是人没了，都可以找我。所以我现在呀，我就是全能南瓜。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Hello， 大家好，我叫陈爱。我做脱口秀这行也有几年了嘛。混的怎么说呢？不能说大红大紫吧，也算是没有收入，根本没商演，每天在家只能健身、看书、做饭。但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跟网上那些成功人士晒出来的生活，有点高度重合，搞得我都很怀疑，我真失败了吗？不会太成功了吧？但我越想越觉得我跟那些成功人士很像，他们的钱在兜里，我的钱也是，也在他们兜里。当然我也不是不想努力，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有人说那我懂了，你想 gap 一下 ，gap year。对，但我不是想 gap year， 我想 gap life。去年过得确实不太好，租的房子也一直出事儿，到处搬家，抑郁症也发作了。还好最痛苦的时候有个朋友一直陪我，某音。我真挺喜欢刷短视频的，我也知道很多批判的声音，比如劝你说别沉迷，天天刷这玩意儿人生就完了。还好，我刷之前人生已经完了。甚至我觉得说短视频会毁掉人生的人，既高看了短视频，也高看了我的人生。毁我人生的多了去了，失业、贫穷、原生家庭、剪坏我刘海的发型师，都排着队呢。你短视频算老几？甚至我觉得这小玩意儿还想影响我的生活，你最多算是骆驼身上的第一根稻草。然后还有人说短视频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人不思考，有没有可能我刷这个就是不想思考？反正我那段时间一思考就想死，全靠在上面看人擦边。具体看什么我也不细说了，导演不让，说只能浅浅带一嘴。我说懂了，让我擦边。
真的，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是爱上头。刷这东西一天上头10多次，我没从头上下来过，上面全是我的 crush， 真太快乐了，根本舍不得死。所以他们擦的是自己的边，救的是我的命，都是活菩萨。我给那钱也不是打赏，那就是香火钱。真的，那段时间就感觉我看的视频越短，人生就越长。我靠短视频续命，3秒3秒的续，就感觉阎王让我3更死，我不小心刷到5更。后来阎王都急了，说你干嘛呀，还死不死？我就把视频分享给他，他也上头了，不催我了，开始催更。真的，我发现我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的人生中找不到几件事让我既快乐又上瘾，还合法，而且还很省钱。因为我看了1年多直播，只在最开始充过1块钱，然后就靠着在里边抢红包挣了好几百。我每天在直播间为自己谋福利，所以虽然我现在没商演，但已经达成了脱口秀演员的最高成就，在直播间捞钱。真抢了不少钱。我这样在大主播那还好，遇着那种小主播，我1个月抢的比他挣的还多，搞得我都想要不打赏点吧，反正花的都是他的钱。然后我不但爱刷短视频，还特别上头里边那些神曲，你们肯定也都听过。这种歌有个最大的特点，无论听的时候我的意识多嫌弃，腿已经开始跟着抖了，就感觉我大脑说太土拿走，我腿说拿回来。怎么说，我的音乐品味就像跳楼机。听多了，我在大数据那儿的用户画像就有点变了。他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中年的卡车司机，已经开始给我推荐汽车零件和 polo 衫了。我也终于刷到了自己之前没刷到过的东西，米其林、轮胎。最近比赛，很多人跟我说加油，我都想问汽油、柴油。但其实我理解听那些歌的司机和外卖员，因为我那段时间抑郁到起床都困难，我就需要那种又土又来劲的东西，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否则再高雅都不行。哪怕贝多芬亲自来给我弹钢琴，我也会觉得你这玩意儿不来劲呢，给我换 DJ 版。而且高雅的音乐都很忧伤，听的人更想死了。什么命运交响曲，对我来说那是送命交响曲。品味上去了，我人下去了。我们这次主题叫说出来就如何。其实我真的很想说，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活着已经很难了，真的顾不上高雅。甚至我觉得说我们不高雅那些人，也没有多希望我们活着。所以我也不用多说，有相似经历的人会理解。而我现在只想跟他们说，再撑一撑，先别跳楼，听跳楼机。讲着，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其实很多事儿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怂的人，生气了我也不敢说。之前老板要给我降薪，我鼓足勇气，我给老板发微信，我说为什么要给我降薪？老板说公司不挣钱。我说好的，波浪号。但其实我心里全是星号。
老板还跟我说，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但他不知道我最大的优点其实是骂人不出声。我经常想在心里跟别人说出那种特别刻薄的话。有一次我坐飞机啊，我特别想睡一会儿，但我周围所有的家长都在给孩子上课，我后边家长在教孩子学英语，左边在教飞机原理，前面在教古诗词。我说原来空课的意思是空中课堂，我都感觉我坐的不是航班，这就是个实验班。我坐第一排，给我发饭我都不敢吃，我怕他让我往后传。我坐那儿我都不敢打开遮光板，我怕我一打开，班主任在那儿趴着呢。然后所有的孩子都在公放pad，我看着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学知识了，他们应该学人生的真相。我就想跟他们说，我说努力就能成功吗？别做梦了，你让阿姨做会儿梦吧。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得这么卷吗？是不是因为你在经济舱？你去头等舱看看，那帮人早就躺平了。还有那个学飞机原理的，你长大也不会坐驾驶舱，因为你看pad太多，已经戴眼镜了。还有那个背古诗的，你背这么多诗，以后想当诗人吗？当诗人有用吗？现在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卖牛脆脆。所以你们也看出来了，我情绪真的不是很稳定，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疯了。但前2天老板看出来了，因为有一天上班我心情不好，没有化妆，老板跟我说：“你上班怎么都不化妆呀？”我说：“没钱怎么化妆？没玩过游戏吗？不充值哪来的好皮肤？”然后老板跟我说：“哎，咱们有事说事儿，你不要有情绪。”然后转手给我发了2短视频，非暴力沟通和厉害的人早已经戒掉了情绪。我说情绪为啥要戒掉啊？怎么情绪有害健康吗？啊！我在这演着演着，突然有人上来扇我一巴掌，我面无表情，观众都问我说：“你怎么不生气啊？”我说：“戒了。”我估计扇我的人都想说：“戒不是有病吗？”天津人还是。然后老板还跟我说，最近感觉你情绪不太稳定啊，我觉得你就是太敏感了。我觉得老板说你太敏感就是一种 PUA， 对吧？因为你都伤害我了，你还要怪我太脆弱。这就好比我走在路上，有人开车把我撞了，然后过来跟我说：“哟，这么容易就受伤了？你也太敏感了吧？你看旁边那个人都被我撞飞了，但他一点事儿没有，因为他有超强钝感力。你看他飞出10米他都没事儿，因为他每天都在刻意练习。你花21天，你也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说：“可是我真的疼啊！”你感到疼是因为你在成长。我说：“可是我都快要死了，那些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我还看到网上有的老板说，他招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情绪稳定。我说：“这标准你咋测试啊？啊，面试时候上来先给你个脑瓜崩，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我就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员工能力越强，情绪就越不稳定，对吧？你如果招人第一标准是情绪稳定，你只能招来那种能力不强的员工，到时候老板就只能跟大家介绍，这是我们新来的会计，不识数但是特别识相。但我也不是啥人都招。前2天我刚裁了个程序员，他会挺多编程语言，但我让他加班，他就跟我用 C 语言。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我直接跟他用了一句 C 语言，然后就没有降。我说我学了半天非暴力沟通，原来最有用的居然是暴力。就非暴力沟通几10万字顶不上这1句，我这才是真正的1句顶1万句。谢谢大家，小海。我今天有点太好看了。真的，今天我看我自己，我说哇，人间水蜜桃，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今天的内容了。我本来是想说我很抠门，因为虽然你们看不出来啊，但其实我对于时尚跟购物是一窍不通的。
就在我心中，购物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都给我插下来，另外一种是这个都不是我弄坏的啊。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啊，我为了奖励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外套。我高高兴兴出门去，一个朋友指着那个 logo 问我：“你现在是有钱了哈，几千块钱的衣服，你说买就买。”我想完了，搞到假的了。但我是个很诚实的人，还是跟他实话实说。我说啊，我也不懂这些，喜欢就买了。最近呀，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现在呀也是红了，我带你去趟香港，了解时尚，顺便呢勇闯富豪世界。一到香港，我朋友就说，你别把你的通行证弄丢了。放到我的 LV 钱包里吧。我说这就开始闯了。他把他的钱包拿出来，我说这个上面也没有 logo 啊。他把钱包徐徐翻开 ，LV 在夹层里。我说哦，图穷驴现。我们俩在逛街的时候，他指着前面一个女生说：“他说你看。”那个人穿的是假裤子。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什么是假裤子？就是他其实没穿。他那个是人体彩绘。后来我朋友带我去看香水，他说他喜欢祖马龙，因为很低调。但是别人一闻就知道是祖马龙。到这儿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说这个别人他到底是谁呀？他为什么一直对你望闻问切的？而且真的有人那么懂品牌吗？因为如果是我闻到别人的香水，我只会说嘿嘿，你好香啊。我就跟我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太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呀？他说，那你回上海的时候，我帮你升舱吧。我说消费主义也好香啊。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我是非常紧张的。我坐那儿之后呢，想调座椅靠背，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开关。你知道，主要是也不敢大摸。不了解公务舱。我怕我摁个啥按钮，给飞机舱门弹开了。那样的话，我的惊呼声会显得很像祈祷啊！门。我当时特别想让空姐觉得我这个人体贴又有礼貌。当时空姐跪下跟我说话，我马上去了。我说：“姐姐，这又是何苦呢？”空姐问我：“橙汁和水，您需要什么？”我说：“我都不要，我要你好好休息。”不好意思，有点太油了啊。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我旁边一个12、13岁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呢坐我们后面。起飞之前，空姐过来提醒我们2个人调直座椅靠背，我们俩都没动。她没动，是因为她不在乎规则；我没动。是因为我没动，我做不到他那么松弛，还是带着一些经济舱的拘谨，就感觉我虽然人到公务舱了，心还没过来，怎么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经济舱？而且我当时看着他，我就想啊，他躺得那么平，他不怕待会儿飞机起飞的时候，他从后面滑出去吗？后来我想，他不怕，因为他身后有父母托举他。而且当时更让我生气的是，他背了一个香奈儿包。我说你12、13岁，你上初中哎，你背香奈儿干嘛呀？你拿它装笔吗？
为说真的，我是很羡慕他的啦，因为我爸从小就是穷养我，就对他来说，除了生存需求之外，其他都是浪费钱。我10岁的时候想吃榴莲，我爸就不高兴，他说你是真的想吃榴莲，还是因为它贵呀？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馋呢？我知道我爸可能怕我以后过度爱慕虚荣，但是榴莲有点太没必要了吧？那长大以后别人拜金，我拜金枕榴莲。哎，我本来只是一个馋嘴的小女孩，在我爸那儿我会成为一个榴莲捞女。其实我知道，就是当时在飞机上碰到那个女孩的那一天，是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次特别的想要一个香奈儿包，但多年的教育使我决定买个假包。经过我详细的市场调研，我发现那种很真的假包也要3-4千块钱。我当时问那个店家，我说这真的是假包吗？他说哎，包假的。其实我很清楚，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香奈儿包，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很自在的感觉。但我还是想要一个香奈儿包，里面装满榴莲，这样别人一闻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丑男儿。其实我上周已经买了，买的真的。哎，说出来又如何？真的，我今年很想多赚钱，我想给我妈也买一个香奈儿包，给我爸买一个刮胡刀，手动的。他如果有意见，我就问他：你是真的想要电动剃须刀，还是因为它贵呀？谢谢你们。嗨，朋友们，嗨，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因为太暗了，摔了一跤啊。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没想过输给黑灯。好，哎，正式开始了。我叫于博啊，说实话，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但是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第1轮6块金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第2轮上来就给用，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兜里有就得花。啊，用了一块复活金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说实话，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是不是太差了？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然后逃避面对的人。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不敢和外国人说话。但不是说真的差，英语还可以高考，但就是自卑。我在想，我是上海本地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我说 homie， 类似到那边户的 right？ homie 哈，因为我是活死人。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对吗？新概念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快点，张嘴，别逼我干你，快点。但我是农村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我说这是啥呀？怎么了？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我妈让我去说话，我能说什么？我说兽首是中国的。他说哥们儿，我也是中国的，我少数民族。还是来了上海，因为自卑感到落差。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落在试卷上，还交流。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还什么听说读写，我们就是嗨，没听说过。
天天读写，不知道自己是个人还是个硬盘。啊，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不是说真的不考，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高考当白噪音放。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专心干自己的事儿，快点。阅读理解，写作文，快点。长大了，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听不见。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出国都没有工作，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叭叭说两句话，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只能做美甲，不能纹身，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回家一照镜子，后背是地儿里滑。英语学得很尴尬，对吧？精通掌握，因为成绩还可以，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英语学的跟核武器似的。朋友还问呢，说你会不会？有时候会，他说那你说呀，我说还没到时候。我方不使用，但掌握英语威慑。别说英语了，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前两天在路上，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不是撞的这个，把我撞了。当时我挺生气的，因为我占理，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你道歉。他理直气壮，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我没有父母，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给我一顿骂。在他眼里边，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我是个肇事孤儿。对我进行疯狂辱骂，脑子已经空白了，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已经迟缓了，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我是僵尸，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我当时就看着他，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因为他说着说着，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他说，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我就是觉得，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很难。难道说服？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啊，单依纯。那粉丝不骂你吗？你搁那犟嘴，哎，如何呢？又能怎？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甚至别人家。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当自己家一样，我不能把这儿当家。我真把这儿当家，我就把你撵出去，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当时就是假客气，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另一个翻我的冰箱，我往那一站，像个中介似的。我这从东北来看我，还来看房的呀？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一个哥们说在这住吧，另一个说好。我说啊。2个人躺到我的沙发上抽烟，很过分，但碍于情面，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做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拿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印第安人往那一站，欧洲人说，在这住吧。另一个欧洲人说好，印第安人说啊。
安人实在没办法了，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向我们走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的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嘿，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哦，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
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啪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好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谢谢大家喜欢。哎，到手面。哎呀，第三轮了啊，该讲点原生家庭了啊。哎，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开小饭馆的，卖点什么包子、饺子、米粉、面条之类的。我们家的饭馆名字叫好好吃，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我每天都坐在饭馆里面好好吃，但我们家饭馆的生意还是一般，爸爸妈妈呢就是闲着是闲着，不如就吵点架打点架。饭馆嘛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哈。我印象里面最深的画面就是两个人忙着忙着，突然就打起来了，从那个店门口打到后厨，两个人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盆肥肠，我一盆牛肉的互泼。我们店里面有些顾客明明点的就是一碗素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臊子面。而且我是来了上海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臊子叫浇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我爸妈就是这么用的，而且也是来上海待久了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这个叫家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因为我妈就没赢过。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啊，我当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反正就紧着听吧，我松着讲啊。反正这些事儿，我觉得说出来又如何嘛，是吧？每次我爸爸妈妈一打架，我妈妈就会披头散发的跑回娘家。娘家人没有那么好惹的，马上就要选出一个代表，去讨个说法回来，就选了我舅舅。我舅舅长得跟我一样高，已经算是我们家里当时最高的了，看起来就挺好惹的。我舅舅每次来到饭馆门口，两个袖子往上一撸，站在门口大喊出来，那就是他那天说过最狠的话了。就两口子闹矛盾，家里面的人一般就是坐下来吃个饭，就当无事发生了。我舅舅本来还很生气，但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晕碳了。跑回去唯一的说法就是这个回锅肉还挺有说法的。就我们家的日子就开始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起来了。妈妈一回去，舅舅就会来；舅舅一回去，妈妈就回来。我舅舅后来都三高了，所以我爸打我妈这个事儿，最难消化的人不是我妈，是我的舅舅。
直到我4岁啊，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过。我舅舅趁着唯一一次还没有吃晕碳的时候，就悄悄地跟我妈说：“抛嘛，不行就抛。”我舅舅实在是不愿意吃回锅肉了，我妈也决定要跑，她就开始偷偷的在饭馆里面存钱。那个时候卖1碗面，她能存5毛；卖1笼包子，她能存3毛。所以有段时間，她经常就在店里面给客人推销面条。其实每个吃过我们家面条的客人都助力了我妈的逃跑计划。我都在想，幻想我妈妈逃出去那一刻，别人越狱是 freedom， 我妈妈出走 noodle。一个凌晨，像往常一样，我爸爸还在熟睡，我妈妈已经系好了围裙，从家里去饭馆的路上，突然就消失了。我后来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契机决定要走的？他说当年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看过的吗？有看过的吗？看过的你们也有点年纪了哈，你们反正。我妈确实太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了，她不说话的话，饭馆的生意会更差。就这个电视剧把我妈妈一个艺人都听 emo 了，她看着看着就在想说啊，还能这么打？越往后面看越说，哎，还能这么跑？我妈跑了过后，其实我爸爸那边的所有3亲6戚都对我爸爸发起了直达灵魂的羞辱，就问他说：“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住，你算什么男人？他在存钱的时候，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可能就找不回来呢？中国就这么大。”我爸爸真的受不了羞辱了，他决定学习冯远征，亲自远征，去我妈妈娘家找人。其实我妈妈就藏在村子里。但村子里所有的人一看我爸爸来了，平时最爱扯闲话的几个大娘就靠在村口，你一句我一句的，几个人就，哎呀，那个跑了，跑到上海去了，不是上海，北京。哎呀，你们都搞错了，跑到美国去了。我爸爸听完过后说：“难怪我说怎么中国找不到啊。”我妈其实最后是通过失踪2年才成功的自动跟我爸爸离婚的，所以法院判决那天出庭的人只有我和我爸。我觉得我妈妈挺勇敢的，她的缺席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女性，因为她知道挨打的她离不了婚，她就只能成为那个消失的她。我知道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啊，但当时法院的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紧着听吧，反正法官是松着判的，把我判给了我爸爸。当时他对着4岁的我说：“小朋友，你是想跟着爸爸呀，还是想自己出去单干呢？”我妈其实中途一直都有偷偷的联系我，所以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我都有一个看得见的妈妈。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跑。我长大过后，我才开始真正的不理解，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不早点跑。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忍到我4岁你才跑呢？我妈说，她说因为我在存钱。我就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从云贵川跑到江浙沪，从大西北跑到北上广。我一听跟我去年专场巡演的路线一模一样。但我是背着包袱去讨生活的，我就在想我妈是怎么生活的呢？我觉得我低估了我妈妈。她是系着围裙跑的，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跟一个扛着梯子的男人一样，可以随意的出入任何的公共场合。就哪怕是联合国开会，我妈去了，保安一看到她，她说：“哇哦，包子饺子普利斯。”就算哪天他真的饥肠辘辘无处可去了，他甚至可以随机混进一个饭馆 ，cos 里面的服务员，自己给自己打员工餐吃，就被人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跑嘛，反正从饭馆跑他熟。而且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现在跟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在成都的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其实我从中专毕业过后就一直在疯狂打工存钱，直到我接触了喜剧，我发现演一场即兴喜剧我可以存200，
演一场单口拼盘，我可以存300，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演拼盘，因为我知道爱拼才会赢。我妈妈看我这么疯狂的存钱，她也挺紧张的，生怕我要跑。我说，妈妈，这个家没有人需要再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哎，嗨，朋友们，你们好，我叫辛博。我32岁了。32岁是同龄人结婚的高发期。第一波结婚的已经开始陆续2婚了，甚至还有3婚，结婚证又复发了。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没法跳过，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翻了半天，7月2号在秦皇岛阿那亚拍的这组婚纱照，我说你真行，去得起阿那亚。去不起图片水印。那照片怎么说呢？真好看，真甜蜜，但有的时候也真不像啊。生活里也不长这样，我都眯着眼睛往后滑，滑到最后还是一个植入的广告按钮，叫“我也要制作”。谁会看完别人的婚礼请柬就说：“哎，我也做一个。”我做啥？我作茧自缚啊！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儿它不能太商业，那是不是墓碑上也可以刻“我也要一杯”？第2杯半价，收藏打卡，升杯。要免广告得做请柬的人办会员，我研究了一下啊，婚礼请柬的会员分2种，一种叫包年会员，一种叫终身会员。婚礼请柬的终身会员就没盼咱们好，活到老结到老，倒是适合那些结婚证高发人群。还能发弹幕，我不喜欢婚礼请柬里边的弹幕过于和谐，咋就没人发？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看吗？他们不离婚，真的很难收场。接。电子请柬最让我讨厌的是它能转发，收到过我前任的，他没给我发，但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共同见友，谁能不好奇点点？我也转发，发给我爸，用他的手机发弹幕。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新郎不好看吗？快乐持续到见友给我转了一张截图，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后台有个功能叫谁看过我。图中显示辛博第15次查看了你的作品。我就是他婚礼请柬的榜1大哥。还有转发记录。辛博爸爸。通过辛博的转发查看了你的作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微信名，可能是知道了我要上节目。
以前他叫不慕虚荣。我说爸，你应该改叫慕容复。相比于之前的邀请方式，我觉得电子请柬是不是有点过于方便了？就导致那些不该给我发的人也给我发，平时都不熟，完全不联系，吧唧一个请柬给你发过来。前几天收到一个算是同学，一起在驾校学的车，一个请柬加条语音，老同学想你了。我能收到微信里每一个跟呢能产生对话框的都能收到，应该也包括文件传输助手。拉黑他不过瘾，我也要制作，我也给他发，给他冲冲喜。老同学，我在婚礼也很想你。但如果都这么方便了，还没给我发的，那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凭什么？对吧？大学室友，我也想不明白为啥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了。我可以不来，但你不能不邀请我，非常内耗。点他，朋友圈分享一个文章：大学室友，你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仅对他可见。分享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亲口唱的。我怕他没有会员，没有反应。随着婚期临近，我愈发的心烦意乱。小某叔说这是婚前焦虑的表现，要我积极备婚，有问题直接跟我的新郎沟通。我鼓足勇气去跟他说为什么不请我，他说发群里了，你没看见吗？我说什么群？他就撤回了。我看见了，跟我说我结婚来聚聚呗，我也不知道咋回，还是输入法比较了解我。刚打出了祝你，就联想出了早日康复。但回想，就算他第一个就邀请我，又如何呢？我也得在心里边先量化我们的感情，还值多少钱，减去差旅成本。如果是正数，那就是礼金；如果是负数，那就是来不了。他的大喜之日就是我的出差之时。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派我去一趟巴塔哥尼亚。婚礼邀请好像对双方都是一件很难直接表达真实意愿的事儿。我想好了，以后我做请柬我就不放时间地点，这样能让大家多看几遍我的新人大片儿。哎，是我划过去了吗？最重要的，它也是筛选，因为真正想来的人会问我，不想来的人我也不想追问，因为我有访客记录。我需要终身会员。谁看过我还没问我的，那我肯定得记他一辈子。谢谢大家，我叫辛多。大家好，好，行了，算了。大家好啊，我是载体哈。二楼一直听这个词儿，我的妈呀！咱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给我设计的，这就是。真的给各位讲点这个家里的事儿啊。我有一个外甥，8岁，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就想借着这个主题跟他说点心里话。我特别烦他，真的朋友们。那孩子是我讨厌过年回家的原因之一，就感觉80多岁的长辈地位都没他高。没什么素质，我今年过年见面喊他句孩子，他叫我宅子。我当时差点没忍住给他掏根华子了呢。
朋友们，真的我都想过，我8岁的时候要敢跟长辈就这么说话，让我爸听见，我想年就8岁了。孩子真没什么礼貌，而且特别暴力。最喜欢的运动是拿我当怪兽，对着我一顿打那个奥特之拳。咱被熊孩子打过没有？试试，熊孩子不光打，一边打他一边问你奥特之拳厉不厉害啊？然后崽子厉不厉害？你大人你也不好意思还手，厉害厉害。他说这就厉害了。那我还有奥特飞踢呢，给我一顿飞踢。奥特之父、奥特之母就搁旁边看着。一个管的都没有啊！给我气的，我就夹拧嘴巴回了一下。我不想输给日本人的招式，你知道吗？完了，另一方面呢，也想把自己当孩子重新养一遍，是吧？开玩笑啊，真没打，这是想象的。这环境现在不敢打孩子，打完孩子奥特之父能让我享年31，你知道吗？我都想过，朋友们。就那孩子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小孩能做到我1年几乎就见他一面，完了每次见面他都侮辱殴打我，完了我最后还得给他钱的人。我合计压岁钱这事更来气。今天给小孩包了红包，里边放了100，小孩把钱拿来看了一眼，直接就给他妈了，说妈，你拿着吧。妈，我想好了，哎，我长大以后我就留在东北发展，我就不去外地找工作了吗？你看那崽子根本没混出来呢呀，很伤人啊！我真感觉有的小孩也真被惯坏了。我给各位讲个真事儿，上个月吃火锅，我斜前座坐了一个大爷带他孙子，小孩负责吃肉，大爷负责给他孙子举手机刷短视频。真的，大爷都70、80，那手都嘚瑟嘚瑟快的跟筋膜枪一样，我都怕他把视频里的人撒出来。真的，朋友们，相信我，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见人用快手刷某音。咱也不知道那小孩看啥，全是大爷爱看的。一个7岁的小孩看的第一个视频是男人过了70如何取悦自己，然后他就不爱看，就一直骂那个大爷换台，给老子换，给老子换。给老子换，我都没分清他俩谁是孙子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制止一句，我说：“哎，兄弟，你怎么跟你爷那么说话呢？”对，孩子当时骂我一句，也是原地干拔呀，说你能不能多管闲事呢？你个大黑狗！骂我大黑狗，确实准啊！我当时正好吃的是辣锅，我管那。很讨厌熊孩子，朋友们，这俩是我能记住的，我记不住的熊孩子都在高铁上了。朋友们，相信我，我感觉高铁上应该挂个牌子，熊出没，你知道吗？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孩子一到高铁里就变得很兴奋。有好几次看着孩子真的就在高铁上一路过隧道就跟他妈妈喊：“妈妈，山洞！妈妈看山洞！”过了5分钟，所有车厢里孩子都喊：“妈妈，山洞！”孩子煽动性是强着呢。哎，咱们听没听过有个理论，说这个小孩喜欢在公共场所莫名的大喊大叫，证明这孩子脑子在接受外部的新鲜刺激，在变聪明。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早起赶高铁飞机，老天爷总能安排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正好坐我旁边。太聪明了，聪明8个小时，我越困他越聪明，我都有好几回都得看刑法才能冷静下来的。真的朋友们，我感觉一个在嵩山少林寺修炼20年的得道高僧心如止水，这辈子第一次生气，可能就是从嵩山去武当山坐高铁交流，碰见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我真不太理解，你说为什么说高铁飞机严禁人抽烟？是不是？他就允许小孩大喊大叫。我拍良心问了问我自己，我宁可这小孩在我旁边就抽烟着呢。
我都不希望他那么聪明，没有人能一直抽烟的，小孩一直聪明啊。我的哥，你乐的真是太突出了，妹妹，在旁边一直，你是不是带你外甥坐过高铁了呢？朋友们，我想了一下，哎，就为什么咱们熊孩子这么多啊？我感觉有的故事，小孩听的故事该改了一下，真的。我原话给我外甥讲孔融让梨，你说有小孩叫孔融，跟你差不多大啊，人家就是有素质，给大人让梨吃。那外甥听完就怼我，切，那孔融那不缺心眼吗？崽子，那我饭量多大呢？那奥特飞踢多费体力呢，根本就没有用。你让一个小孩不敢看电视，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看一遍《午夜凶铃》。所以我感觉你应该把孔让梨这故事反过来，用震慑的角度给他讲，就告诉他小孩，有个小孩叫孔融啊，就跟你似的，就不给大人让梨呀，怎么劝都不听，就跟大人一顿抢梨，后来让人大人打了挂梨树上了。哎，你再给他个梨来，咱吃个梨，不吃了，不吃了。多好，咱把那些故事全改了，你就告诉那小孩，有个小孩姓孟，坐高铁就爱大喊大叫。后来他妈被罚了3000块钱，这故事的名字叫《孟母三迁》，你知道吗？哎，再后来这小孩下高铁跟他爷去吃火锅，回头骂了翟佳宁大黑狗，他跟他爷在我心里全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故事叫童叟无欺，你知道吗？祝各位远离熊孩子，谢谢大家，我是安德，谢谢。Hello， 我是刘洋。熊孩子的家长来了，好多演员都说想看看我儿子，翟佳宁这辈子不可能了。然后，开玩笑的，30年之内不可能。我叫刘洋，然后这2年一直在参加节目，获得最多的这个标签就是卷、紧绷、特别忙，的确很忙，日程总是塞得很满。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想看一眼我的日程，我给他发过去一份我的日程表，他说这个是1周的，我说这是周1的，非常的紧绷。我周围所有人都比我松弛，我爸甚至都比我松弛，这个很难理解，但他的确比我松弛。我这个名字是这样，我的名字是我爸给起的，就这个杨字，这个杨字呢，它的意思是晴天。有的人听了之后说，哦，好美的寓意，是寄托了你爸对你美好的期待吗？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字儿是上户口的人打错了，他充其量寄托了上户口的人对我美好的期待。我爸给我选的羊是这个羊，取自《归去来兮辞》，周遥遥以轻扬，意思是洒脱随性不计较。上户口的人就打错了，我爸就接受了，可见我爸才做到了洒脱随性不计较。我爸才应该叫刘洋。我这么忙，我应该叫流氓。甚至我的粉丝都比我松弛，这个我非常不能理解。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传了个段子，然后有一个人在底下骂我，他说这是我看过最不好笑的东西。我20多个粉丝冲到这条微博的下面，在他的评论底下贴出了我春晚节目的链接。还单独艾特他，看看这个呢。别人朝我打子弹，粉丝给他换核弹。参加这个节目也是，参加各种综艺节目也会被骂不松弛。去年我在《喜人奇妙夜》夺冠了，最后拿着冠军的奖杯发表获奖感言，泣不成声。一个弹幕飘过，他要是更松弛一点，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冠军了，大哥，更好的成绩是什么？冠名吗？在这个节目也是，去年参加这个节目有一个画面，我正在写节目里的段子，啥也没干，在写段子，然后一堆弹幕飘过，刘洋就是太不松弛了。不是大哥，我要怎么松弛啊？我本意思我不写了。导演说你上台讲段子，我说不讲，我上台我就站着，不是松弛，我上台我晃手，你知道吗？啊，我上台我就玩，我上台我玩行为艺术，我上来之后说大家好，其实今天我是来给大家拜年了。爆竹声声辞旧岁，飞雪连连迎
刘洋教主一登台，观众个个发大财。哎，你们的欢呼让我开始反思了，我春晚应该演这段的呀。总之就是开始学一些松弛了，然后根本学不会，我的妈呀！网上的一些松弛教程越学越紧绷。我搜到一个教程，名字就叫“轻松获得松弛感，只需要每天做完这21件事儿”。我其实得快点讲，因为我今天还差16件事儿。我还关注了一些松弛博主，各位见过吗？那些松弛博主，他所有的视频就是拼尽全力的展示他们毫不努力。有一个松弛博主是这样的，他所有的视频就是他打高尔夫球、骑马、徒步，在海边一边散步一边喝香槟，哎，就这些松弛的事儿做完，微信步数起码2万步，不起码4万8。甚至他每条视频的结尾还要在那儿喊，他说：“真正的松弛就是要明白，没有什么是你必须要做的。”这么松弛的博主日更，这不是有必须要做的吗？日更啊！而且每个结尾还说：“友友们给我点个赞吧。”我从不给他点赞，因为没有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有一个松弛博主，他点赞过万的视频是他去西班牙旅游。他说来了西班牙才知道，真正的松弛就在西班牙，差点就信了。但我没有，因为我真去过西班牙。在西班牙，你何止不能松弛，你都不能松懈。走着走着路，抱回来吧。我搜旅游攻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有一个攻略上面写着：千万小心，偷在西班牙，抢在法兰西。我说这是俩特色旅游项目吗？去的时候导游说：“哎，您跟别地儿被偷都不算被偷啊，还是得尝尝咱老班牙的手艺。”老班牙的手艺名不虚传。我去那儿第1天，我的移动 WiFi 就丢了。我丢的过程是这样的：我在马德里的街头正刷手机，小某书给我推了一个帖子，说注意，在西班牙，这10样东西最容易丢。我说那我得赶紧点开看看，我就点不开了。我的移动 WiFi 开始移动了。而且那个博主还说，他说最松弛的事儿就是夏日的午后，在西班牙的草地上躺整整1天。不可能。根本躺不住，太热了。我去的那个城市最高能热到45度，各位45度什么概念？我一点没骗你，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在遛狗，那狗是跳着走的。我说那会不会本来就是个袋鼠啊？来西班牙旅游热成狗了？而且45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导游告诉我，那个城市为了不放高温假，天气预报就报到45度。换句话说，就是外面无论有多热，你看天气预报45度，外边热的一个老大爷已经烧起来了。多少度？45度，45度老大爷能烧起来，那是一个燃点很低的老大爷，白领老大爷。红领老大爷要260度才会烧起来。这种天气你不存在躺1天这种选项，你要么就是躺一会儿，要么就是躺一辈子。本来想躺一会儿，结果躺了1辈子，躺在白领老大爷旁边，直接就火化了，了无痕迹。我后来问我一个朋友，我说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会松弛感？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你看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官，但他毫不在意，仍然坚持消费，每天买300颗荔枝来吃，就是因为他松弛。我说那太好了，赶紧去看看《苏东坡传》。各位，我认真看了书才知道，给你们科普一下。丝毫不在意自己被贬官的苏轼，在第一次被贬官黄州之后，就写了将近200首诗。
来表达自己丝毫不在意被贬官。我说有没有可能皇上本来也没想贬那么多次啊？皇上就单纯想追更啊。皇上说苏轼最近还写吗？没写，贬到海南。然后后来在想，真的学不会就学不会吧，紧绷就紧绷吧，也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你想想我的偶像梵高，他一生也受尽了别人的批评和攻击，但他丝毫不在意，因为别人的话，梵高最多只听进去了一半。右半边听进去了啊，左半边没有。但我学松弛感的过程中，真的学到了一个东西，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就是你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也决定，我要自由的选择过一种紧绷的生活。而且你想想看，梵高也是因为自由的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才最终成为了梵高。所以今天我也要坦然地说出来，我之所以会是现在的刘洋，恰恰就是因为上户口的人打错字儿了。我是永远学不会松弛刘洋，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傅首尔啊，一个脱口秀新人。杨笠鼓励我，他说你来吧，别害怕。根据我的亲身经验，这个台上没人干得过离婚女人。哇！我一听我上头了，我想说我的优势这么的浅显而又明显吗？来了以后整个清醒，杨笠能有什么经验？根本没亲自离过，这几年甚至都没亲自谈过吧。杨笠不劝我也会来啊，因为以前我出门啊总是被认错。买咖啡，服务员说你那个脱口秀女演员，我说我没讲过脱口秀啊。他说不可能，就是你天天骂男人。我好爱听，哇！我一听好紧张。我说啊，没有，我和男人一条心，我只是和伴侣同床异梦。他说哦，对，你离婚了，然后问我陈露老师还好吧？最近呢，开始收到一些正面评价，说半老徐娘突然有了风韵。果然啊，离婚是最好的医美。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和离婚没什么关系。就是医美了。我经纪人逼我去的，他说姐呀，人设和脸咱只能垮一样，你都垮。从我决定离婚，他就一直劝我，说就不能为了工作忍一忍吗？我理直气壮，我说姐的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啊。现在轮到他理直气壮，前2天他问我怎么样姐，现在连工作都快没了吧？活该。哎，我说你这话不对，你只能说我该，因为离完婚是真没活了。偶尔有一个是一个采访，我一看提纲就一个问题：傅首尔跟陈世美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发现这个问题里面一加到底啊，就显得区别不那么大了，给我问住了呢。然后经过我深刻反思，我们俩还是有点区别的啊。我是离婚，陈世美是重婚。你说到底什么区别？法律上民事和刑事的区别。去年我那个离婚节目热播都看了吗？我亲戚也看了，我大姨半夜给我打电话说离没离啊到底？我说别问了，签了保密协议，六亲不认啊。我大姨说懂，炒作不会离的对吧？节目播完我真离了，我大姨又来了说懂，搞流量，明年复婚对吧？我叹了一口气，我大姨说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大姨愿意做你 play 的一环。我只能说家人就是家人，他们的支持没有底线啊。网传老刘含辛茹苦供我读完了研究生，都听过吧？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其实我只是个本科。我当时好想辟谣，但又很想假装自己真的是个研究生。我朋友说辟什么谣？一个造谣实现2个梦想，高学历花男人钱，多好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挺满意的，单身生活非常快乐。最大的烦恼呢，就是见老刘会被偷拍。整得我俩现在鬼鬼祟祟，见个面跟偷情似的。出道8年，我为前夫戴上了墨镜和口罩。
我都觉得有点刺激了，是吧？没离时心如止水，离了倒想入非非了啊！希望大家不要再制造这样的氛围，因为众所周知，人家已经有人了，张硕。男人重组家庭就是快。我前夫觅得真爱之后啊，网友分外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啊，都关心我什么时候官宣。有一天我发了一张跟我儿子的合影，有位网友说：“哎呀，总算想明白了，就该找个这么年轻的。”还有一些更离谱的绯闻，纪凌尘大家认识吗？有个演员，前段时间跟他一起录了一个节目，我回看，看着看着，弹幕飘过一行字：“瘦下来的傅首尔和纪凌尘好暧昧啊。”因为我跟他很熟，我就跟他交流，我说：“你看，社会对女性要求多严格，跟你暧昧也需要先瘦下来。”哇，纪凌尘吓得倒退了5步，他说：“姐，姐，姐姐，别往心里去，咱俩怎么可能呢？”哇，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被男人拒绝，但是根本没有表白啊。主要这种事儿吧，就很难回，你不能说“好的，知道了”，显得有点遗憾。你也不能骂他一顿，说做梦吧，我会跟你好啊，显得恼羞成怒。你更不能沉默，因为你如果什么都不说，他一定觉得你伤心了。我只好跟他说：“智者不入爱河，看好卡里余额。”这句话跟老刘共勉。你怎么知道张硕是图你什么呢？今天我前夫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啊！我前夫的现任也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又说了你很多段子，狠狠消费了你一把，但是我都是经过了张硕的同意的啊。最后谢谢来现场给我加油，很庆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朋友。我觉得吧，真心希望彼此过得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感情啊。那今天呢，我也正式成为了脱口秀女演员，祝福我自己，谢谢大家，我是付涛。